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3.56，收盘价是244.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6.21，最低价是在240.5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20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5630.32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3倍量缩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。下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震荡，下方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持续上行，在盘中是一度站上了20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。那最后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，但是呢收盘价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。那这样的 K 线我们又把它称作叫蜻蜓线。蜻蜓线在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虽然这根蜻蜓线是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是反弹，但是呢通常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日后是应该有继续下行的走势的。但是呢在这个10月8日盘中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所以呢这根蜻蜓线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称作叫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日后股价只有站上它的最高，也就是246，才能够确认止跌成功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。但是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40.5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的走势。对，目前很好的一个信息就是当日的这个反弹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20均线值。那接下来就是要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只要股价出现横盘的走势，既可以站上，也就是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所以我们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40.5包括在10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38，也就是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重要的标志。日后股价只要不跌破这两个位置，就不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39，在这个位置，或者说是在233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呢会在24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
实际在10月8日收盘价是在244.50这个位置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啊，虽然是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呢，当日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，但是收盘价的这个性质是不同的。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在243是没有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的，而实际的收盘价是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。那这就为日后股价继续反弹打好了一个基础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么对于10月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65是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265之前啊，目前这根蜻蜓线的最高246，还有这两根 K 线，也就是10月4日和10月7日这两根 K 线的最高在250到251之间。那么这两个区域将是股价继续反弹的强压力，那么它们也是重要标志。一旦股价反弹能够突破这两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到达265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265能够被站上呢，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目标，实际上265如果能够被站上，也就是能够继续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71。27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，再次出现新高。那么接下来的目标上方我们会看到是有280这个位置仅仅是压力位。那一旦恢复了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那么股价真正上行的目标就是300关口。那300关口将会成为日后的目标，也或者是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38。在到达它之前，240是强支撑。那么238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将会确认自9月30日以来的也就是这根 K 线9月30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再次出现低底低。那么这个空头趋势一旦被确认呢，也就是238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3。在到达203之前，我们要给出两个重要的标志位，一个是232，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另外一个是210，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。好，那么这两个重要标志如果被跌破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测试203的。203如果被跌破，其实我们会看到将会彻底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182，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9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是在245附近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在10月8日的盘中股价是一度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但是没有收在低位，而是恰巧收在了这个观察线的附近，或者说是这个观察线正好和5日均线值重合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过，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压力。对，那么这是我们之前的观察位。那到了10月9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44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调整这个水平线到244。244恰巧它是
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都是在这个位置，那正好它也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，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它。如果在次日是高开盘，那这个位置很容易成为支撑，而推动股价继续反弹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股价是一个低开盘，那么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成为压力位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成为压力位之后呢，那么将会推动股价继续下行。对，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也就是继续下行的目标呢，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这个叫做238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要关注244的理由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35%的多头仓位，那么成本价呢是在239.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之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238，对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股价到了10月8日收盘价是在244.5这个位置啊，也就是说股价是出现了反弹。那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在技术上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当日的成交量是量缩，那出现价涨量缩啊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这个多头仓位是继续保留的，那么应该是不可以加仓的。那么到了10月9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继续守238，对，当然也可以守240这个位置，对，但是238是要守的一个底线，也就是跌破这个位置，应该这个仓位是即刻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它要守这个头251这个位置，那么他们的目标是238和下方的232，也就是这个区域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246，第二个压力位是250到251之间，是这个区域。当然，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也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上方的264到265之间，在这个位置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是在243到244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那第二个支撑呢，我们取整数是241，也就是这两根 K 线的最低。第三个支撑是238，第四个支撑是232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再给出第五个支撑呢，是下方这根红 K 的最低是210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4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40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但是如果股价最低是到达了238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39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出现这样
回档或者说是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或者说是继续上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4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49，收盘价会收在246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行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